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1月20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啊！看我边上是谁？大河源先生，这是先父的手袋，神户的手套。这个手套特别逗，这个手套特别像那个，就是那种做手工工人的那种棉线手套。对，工作人员。虽然我们俩看着挺高兴，但是大河源先生昨天差一点点啊，失败了。昨天2小时52分48秒，有一些掉速啊，再来嘛？绕了。我没有。我哥说今年跑了5次冲击2小时52，都差一点点。最接近的一次是差了4秒。有时候马拉松没办法，慢慢来。昨天这个气温也很好。太可惜了，啊！没有，就是明年的2月份的比赛是下次的目标。2月份哪？琵琶湖吗？这个基路哦，基路也是个有名的地方，而且也不远。哎，像昨天这种神户的比赛，就是前一天就住在那儿了吗？没回来？要有从家去。哦，昨天早上从家去的。哦，到神户1个小时。哦。对，早上起来去参赛还得1个小时，所以这个加盟国的比赛很方便。我下一场就是大阪了，也是明年2月份。我也参加大阪。全程。对。那到时候咱们看。记录的2个小时以后去看。2个星期以后，对。1个月2场比赛。对。可以。行吧，那咱一会儿聊啊。我们恭喜先生，我还是要恭喜，没有 PB 的，没有关系，一会儿见。市川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又碰到了市川先生，我刚折返，看他跑过来，赶紧开机。跟老哥分开了，他再慢跑一圈，我今天时间有点紧，其实也遗憾，也不遗憾。咱们先说他比赛的事儿。大家记得我之前多次说过，比赛前2-3天就不要泡热水澡，甚至洗澡都不要用太热的水了，最好也不要去做那种特别深的按摩。老哥说他这次可能就是因为比赛前一天他去桑拿了1个小时，第2天就感觉比较疲劳。他之前的马拉松一样的成绩，还没有昨天天气好的情况下，平均心率是155，昨天是160。这热水澡或者桑拿对第2天的比赛和运动状态会有2个影响。第一个是肌肉会过于松弛，你紧张不过来，就是你兴奋不起来。第二就是心血管系统，像这种温度比较高的泡澡或者是桑拿，会让你的心脏增加负担，在前一天就在做这个的过程中，然后你的血管会扩张，1天的时间不足以让它恢复到一个最好的竞技状态。你可能会觉得舒服，人为什么觉得舒服呢？就是因为放松了嘛，对吧？当然，任何竞技运动之前都不太适合过度的放松吧。个人观点啊，我的好多观点不一定是对的，甚至一定是不对的。但是它是目前我的观点是我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跑步经验形成的，只是分享给大家判断。就像问题，昨天有小伙伴在评论区问大阪马拉松是什么时候，我回他了，我今天早上回的。然后我补充了一句，我说如果您昨天把这句话
发给搜索引擎，您昨天就知道了。我觉得，像作为自媒体，我产出内容，更多的是产出我的观点和判断，或者是经验。就像现在为什么说人工智能相较于传统的搜索更靠谱，或者说更有意思呢？就是这一点，而不产出事实。如果我说的都是事实，那事实其实是最容易获得的东西。比方说明年春节是几月几号，对吧？往外边跑半圈。那我们开始回评论，也祝老哥下一场比赛能够如愿。有时候就是卡在一个坎儿上，像破3为什么是个坎儿呢？虽然配速不是个整数，但是它时间是个整数。2小时52为什么是个坎儿呢？是因为配速是个整数，它得跑在4分。有时候人是一个心理更决定状态的生物吧。开始啊！好几位小伙伴都是完成了首马，我看最厉害的有跑到2小时53的，真的了不起。都恭喜各位，恭喜各位！而且无论您什么成绩，说实话，首马完赛的感觉，可能到下礼拜这时候还是很兴奋和高兴的，珍惜这个感觉。跑得多了，这种感觉慢慢就少了。我看那边的日出，不知道镜头能不能拍清楚，看太阳在最前面那些云里有光柱射出来。耳机掉不掉是什么？我是 AirPods Pro 不掉，我原来戴普通的 AirPods 的时候也不掉，快跑也不掉。这每个人耳蜗的造型不一样，这真的没办法。校园5公里跑了第1，夸夸您，夸夸您，真了不起。5公里第1可以了。全马延玩怎么补？我的建议是，大部分的比赛我们按照12摄氏度左右来看。我的建议是4到5个，或者是3到4个都可以。一般是赛前吃1个，就起跑前吃，不用太早。然后之后就是8到10公里1个吧。至于选择，我建议不要选择胶囊，就是那种需要用水送服的。当然还有那种就是直接含嘴也能嚼碎的，那个劲儿又不够大，对吧？就是那种片剂，它写的是需要吞服的，但是其实你含着无非就是苦涩一些，那种我觉得最合适。我一般就是习惯是，假设我想在10公里这个水站把它吃下去，我在过了8公里，我就给它放在舌头根底下了。这个苦涩味是对自己有激励作用的。之后最后的10公里，大约在34公里左右，再横一个，就横到结束之前了。就让它一直就你难受了，坚持不住了，你就把它从舌头根里弄上来，然后呢咽一咽那个苦涩的盐水、盐碱水。然后最后过了40公里，我有2次都是过了40公里就给它咬碎，然后就拼命冲了，比较激进啊，但是对身体没什么坏处，没事儿。上周拍的训练的视频是 iPhone 15 Pro 拍的，大家在 B 站有大会员可以开杜比世界，但是实话实说，可能是受制带宽资源的限制或者什么其他的原因，在 YouTube 的 HDR 的效果，同一块屏幕上会更接近我原始剪辑出来的片子。
而且在 YouTube 看，如果您选择不是 HDR 的话，不会有偏色和过于的暗淡。B 站这块儿再加油。女性跑者比我大几岁，突然想开始跑步了，跑了几个月了，5公里跑35分钟，想陪朋友跑，但是呢要跑到4分15的配速，想了解5公里怎么变快。您能一口气跑下5公里，目前来看就很不错，就可以考虑变快的事儿。5公里变快呢，2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其实跑到6分以内之前，就配速跑到6分以内之前，您就是跑就行了。每次跑的时候都想想能不能再快一点。说白了就是跑对您能力的速度耐力了，对吧？跑进6分或者跑进5分30的时候，可以考虑跑短距离的间歇，把绝对速度拉起来。您可以先试试自己，比方说您跑一个1公里全力以赴，您看您能跑多快。如果女性跑者能跑在4分，那说明其实您的绝对速度能力不差，那可以多用刚才说的第一种办法，就多跑速度耐力。如果您拼了命只能跑5分多，那要提升绝对速度，因为你想您的绝对速度如果都达不到4分15，您是不可能用5公里跑4分15的配速的，对吧？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呢，就多增加间歇。对女性跑者来说，可以是400米到800米，全力以赴冲就行了，组间休息1分半。如果跑1公里的话，组间休息就2分钟。一般组间休息就这样定，如果小于1公里就1分半，如果是小于400米，那就是1分左右。超过1公里呢，就是2分。如果超过1.6公里，可以考虑3分。如何对抗厌跑期？其实这样，我也有不想跑步的时候，但是我的分析是，大多数情况下的厌跑原因可能很多时候不在于跑，而是在于可能生活中遇到了其他让您焦虑的事情、烦心的事情。这个事儿，我觉得固定作息有帮助，因为我就早睡早起。我起来这个时间，我不跑步我也干不了别的。如果您是比方说我晚饭之后跑步，那晚饭之后可以干好多其他的事儿，在焦虑的这段时间里，可能有的时候就放松了。其他的真的没有好办法，这路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，谁都有不想做的事情。我每天也有很多不想做的事情。我们肯定做不到每件不想做的事情都去努力做，肯定会有放弃。放弃也没什么，就是把工作、生活、训练弄平衡，就特别好。36岁的女性观众跑了9个月，全程马拉松3小时45，了不起。分享的经验就是看咱们频道，听我说，把单次的训练时间或者距离拉长，每次他跑到90分钟，进步明显。也有几位小伙伴是这样，无论是增加了单次的距离，还是增加了跑量。有一位小伙伴从300多公里1个月加到500，坚持了几个月，轻松的全程马拉松，好像是253。就普通跑者跑量就是最关键的因素，没有之一。包括我昨天说跑姿，那我肯定承认不同的配速下都会有一个理论上最优的跑姿，但是没错的，肯定没错的。但是你做不到啊，
但是怎么能做到呢？这个事儿不是光靠我有时间、有毅力就行的，有的时候穷极一生也做不到。因为大家就这么想，专业的运动员无论是从事任何体育项目，他和他的教练团队都知道这个项目怎么样是最好的，就得让他朝这个最好的方向做，对吧？那他也做不到，是不是？要都做到的话，就不用比赛了，就比数据，就把两个人的各种数据拿出来一比，不用实际参赛，都是理论的最大值，看谁的理论最大值高，谁就第一呗。那不现实。包括比赛也是，刚才老哥说这是第一次后半程感觉耐力出现了问题，他以前后半程很有信心的。马拉松的后半程谁也说不好会发生什么，而且我们一开始每个人对，比方说今天要比赛了或者明天要比赛了，对自己身体状态的判断也不一定都准确。马拉松的魅力可能就是比赛中都是充满未知吧，因为你平常不可能总跑42公里，岔气儿。每次一跑到1公里多就岔气儿，怎么办？有可能是您是不是吃完东西跑的，肚子里的东西太多了就会这样。我有时候喜欢空腹跑，或者劝大家比赛前周6晚餐不要吃太撑，也有这个考虑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热身太不充分，上来太快。像现在我跑得多了，我不怎么晨跑之前我不怎么热身，我前1公里2公里比较慢。如果您上来就特快是有可能的。还有就是呼吸的节奏，呼吸节奏这个也没法模仿，我之前说过。因为您如果跑2步就喘得很厉害，我跟您说节奏也没有用。可能唯一有用的办法就是把每一口气都吸得尽量深一点，但是又不能是到深呼吸那么深就行了，就又跟得上，就是呼吸频率又跟得上，在这个节奏下呢，尽量深一点，挺好的。昨天我说手表，有小伙伴说手表可以设位置，就可以把旋钮放在右边或者左边的。是啊，我知道啊。我昨天也说了，左手的那个在右边，就是冬天要么是被袖子碰，要不是被手套碰，对吧？就开锁就好了。今天天气不错，虽然有点风，但是不大。行，差不多我准备的都回完了。昨天应该差不多是几乎是最后的比赛周了，秋天都冷起来了，对吧？除了很南方的城市，也有几位小伙伴手马说后边掉的厉害，很正常。手马一般你也就是跑了1、2年，对吧？这也是马拉松的魅力，多跑跑就好了。行吧，那咱们训练之后见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11月20号星期一7点12清晨，新的一周啊，训练结束，第4个训练日，明天休息，明天轻松跑。今天轻松跑18公里多一点，平均配速5分12，中间碰到老哥，跟他聊了大概有2、3公里，那2、3公里我俩就非常慢的在前进。跑完一场马拉松，今天我估计他又得跑10公里的样子。我们俩分开的时候，他已经跑了9公里半了。有时候是这样的，我们俩分析就是可能他耐力其实没有问题，但是呢，有些保守在配速的制定上。其实他绝对速度不慢的，他周3还有一个晚训练，每周3的晚训练，不管是1公里一组还是几百米一组还是更长，它基本上都在3分30多的平均配速，平均配速不慢的，所以我说下一场可以再激进一点。
今天我的平均配速是5分12，平均心率只有129，功率190，步频196，步幅99厘米，垂直振幅6.3。就这些数据，包括有小伙伴说垂直振幅肯定越低越好，是越低越好。但是我从开始跑步到现在8年，就低了可能最多有记录以来最多低了1.5厘米，最多了。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挺无奈的，就是普通人的天花板太低了，因为你没有童子功，没有那个基础，你从成年以后再练的话，各方面你都不占优势，而且没有童子功，可能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当年的选材就没选上您，或者说你就没有往那儿去想。您想，您要是说15、16岁1.9米几的个子，那你可能考虑我是不是要往篮球方向发展呀？或者我小时候跑的就特快，我是不是往这方面发展呀？如果一直没有这想法，说明咱们就不是那个运动上出众的那种人，对吧？大家也有看好多业余跑者，突然开始跑步，第1年、第2年突飞猛进，一下就可能跑进230，跑进220，那他就是被错过的那个才呀，对吧？这个我们不能否认，它不单纯是练的问题，或者说一定不是练的问题。所以大家平静地接受自己的现状，平静地接受身边发生的事儿。验保期这事儿也是，包括丢衣服这些，你不接受又没有办法嘛，是吧？高高兴兴的想想一会儿吃点什么，今天干点什么，今天工作怎么样。像我有时候跑步，早上起来跑步心烦的时候或者不开心的时候，我就想想今天这个事儿我们怎么解决一下，明天那个事儿我怎么做，怎么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等等，生活中的问题，是吧？行吧。那这4天又圆满结束，明天慢跑个3、5公里的样子，明天就休息了。然后下个周期的第1个训练日就是周3的强度课，强度课还不知道课表，努力练，好吗？那就这么着，我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吧。真的进入冬训了，比赛季也过去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干，好吗？咱们下次再见。